文姐，我们之前才在节目上讲说，习近平的投资什么就赔了什么，就不要说什么他判断出很大的问题。对，还记得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跟日本吵翻天，跟他讲说不要买日本的水产，不要去日本玩。结果你看到今天这个画面，这是在中国的寿司郎，到今天此时此刻。排队的人还这么多，已经排了2个街口了。那个排队的人是夸张到什么地步？有个女生啊，她排，她从4、5点去拿号，你知道她吃到的时间是几点吗？晚上8点多，晚上8点，等到4、5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才吃得到，而且啊，她排到不可思议。那你说那可能是新店嘛？不好意思哦，不是新的据点，而是你知道从全中国到目前为止有75家寿司啊。不同城市，什么香港、什么上海呀、然后北京啊，各个地方，广州啊，只要是有寿司的地方都在排队。然后人家心想说，那不是吧？还有人跟我讲什么？他说他去抽号码牌，抽到多少号？2400号。在台湾我撕掉不吃啊！真的很荒谬，疯了吗？你现在看那么长，你以为在什么排演唱会的票吗？不是啊，是广州的寿司郎排了2个街口之外，上海的寿司郎一样是一个位子难求哦。它不是只有什么周末人比较多，它是每天365天，天天都是这样盛况。它甚至有人说早上9点还没开门，就在外面等了，是怎样？是吃不用钱吗？他说也不是啦，因为呢，它其实是平价的价钱，但是有高端日料的一个仪式感，然后呢，甚至连广州山东的一个济南的商场的寿司郎一样，也是排到了商场之外。这画面也太夸张，它排到人行道上面去了。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说只是夏天天气好在排哦，人家是刮风日晒雨淋下雪一样都在排，你看。你不讲说太荒谬了吧？习主席的话你们没有在听，不是要抵制日本吗？不是要抵制日货吗？结果你知道他们怎么想？吃饱了才好抵制啊！所以吃饱了好干事。再怎么样，这个饭还是要吃的。然后呢，他们已经人多到什么地步？已经多到竟然像是查户口一样。对，你知道有没有？他们有很多那个黄牛嘛？那黄牛就是我随便报比如说1、2、3、4、5、6、7，然后排到之后呢，就瑞德哥，我跟瑞德哥要了50块到100块人民币，然后就换瑞德哥去吃。那因为太多人这样搞了，然后呢，人家瑞德哥那个到时候就说，那你手机，你预定的手机几号？而且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就是真的有排队的黄牛，对，直接去兜售。我排到了，要不要这个号码吗？不，我是寿司郎的店员，我都傻眼了，可以这样子干，黄牛这么嚣张。然后我刚想到很有趣的是，你不是进去之后你要对号码吗？对。好，那瑞德哥，那你的号码是几号？1、2、3、4、5、6、7。结果他说不好意思哦，你除了报号码之外，我们还要看你的 SIM 卡的尾号。什么 ？SIM 卡也要看？这太荒谬了吧！这是查户口吧？所以中国的高层，中国的思考跟这种一般的人民。完全脱节了。那个国家大事，我们小老百姓哪搞得懂？那个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花小的钱，享受到高级日本料理的仪式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小确幸。平常工作那么辛苦干嘛？就是吃顿好的，吃个饱的。那这样有什么对？这跟上纲到所谓的爱国心，那也太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是吃给习近平看的。是，我就是爱日本，我要出国。这就是明星。代表着你习近平讲你的，我日子是过我的。再来呢，你看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个江苏省无锡市他们从1988年到现在都已经几十年了，都有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中日友好的樱花植树活动。结果这么多年以来，今年日本竟然没有受到任何的邀请哦。结果呢，你知道吗？他们虽然没有邀请，你看到这是当年的樱花友谊林。在无锡可以看到樱花，是很漂亮的樱花。说真的，你这样一看，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了。这真是太漂亮。那他们也是因为觉得这个有点打造这个完全是日本风味的有那种古城然后樱花树这样，特别让人家觉得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没有找日本人来就算了，你竟然找了纽西兰的人来啦，找了荷兰的驻日代表驻中国代表来，反正你找不到，找了各国来。你看，大家在那边弄，就是没有日本人。然后大家在合照，有没有看到大家植树合照？旁边还有一块石头，还直接给你刻着中日樱花友谊林，以前还刻得好好的。对，就这一次
就不找他们来了。只有女主角没有男主角，或是只有男主角没有女主角，所以你会觉得非常好笑。怎么可能会搞到这个地步啊？就是故意不找你，好像小朋友在吵架一样。因为为什么要在无锡有这样的中日樱花节的活动？主要就是在无锡有1200家的日本的企业，而且遍布汽车制造、电子元件、机密啊，各个行业都有。那呢，现在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包括日立、松下啦，然后 Sony 啊，全部也都在这里。但是你也知道，过去这几年啊，这个中国景气不好的情况之下，陆续都关了。再加上今年去年搞成这样，所以日企其实撤离的很多。那现在街道上就冷清清。而且那个差别是什么？来，我们看到这2张图，无锡原本是什么？对，日本风味、日本风最多的地方，日本企业最多的地方，日本餐厅最多的地方，在中国的日本人最多的地方。你看过去多好，日式的灯笼啊，达摩样式的摆设都在这边。但现在是什么？来，围上了社会主义的围栏。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富主民强文明。完全把它变掉而且不变掉不行，因为习主席如果不开心那个超下的话，怕惹麻烦。不过说真的，你不管怎么弄，消费者还是最诚实的，对不对？嘴巴可以讲很多，但是要吃的日本料理是绝对不会错过的。郑峰，我在这礼拜的时候看到，日本竟然发了一个大规模的抗议的活动。我就想，发生什么事情？好，原来是之前驻日大使馆不是有那个自卫队的人直接闯进去吗？就闯进去之后，没有想到更夸张的是，竟然有人开始在日本举行这种抗议的活动，要高市早苗下台。但我觉得不对，我一看，里面的言论，里面的这些人。背后不会有中国在后面煽动吧？是你讲没错，这个活动其实原本应该是反战运动它的官方名称叫做“我们最爱和平宪法和平节，战争和独裁太过分了”，其实跟美国我们刚刚讲的美国什么 No Kings 活动相反战，对不对？但是因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刚刚讲 No Kings 活动里面有红色力量渗透，这一个日本的活动也有，这么嗨，这也有中国渗透，而且它的渗透性更针对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讲那个重点，这里面很嗨，对不对？对，里面很多都 rave party， 甚至还有有名的 DJ 在里面放送音乐。对，是在哪里？是在新宿，所以代表这一个活动是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对，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叫红色力量渗透了？你看一下这一个人群里面，居然有人拿着中国抱歉的旗子。拜托姐，你不能这么随便怕中国的你要跟中国抱歉什么？太奇怪了，对不对？好，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人说高市要道歉，小泉要道歉，中国人真拍谁？真抱歉，都用日语说的奇怪，为什么你的活动主轴跟你的主张完全不一样？对，然后甚至还有人说，我要为日本近日有自卫队的成员闯入中国大使馆道歉。牛头不对马嘴吧？这超奇怪的，怎么会有日本人去说高市道歉、小泉道歉、中国对不起？对，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在台湾也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而且你的活动主轴是 No War， 对，你的是反战，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大家就怀疑可能会有这力量介入，因为日本最多的外国人是像到了个中国人啦，93万人。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你刚刚也有提到说，他其实有借题发挥，发挥什么？就是日本自卫队的队员他最近不是闯入中国大使馆吗？这边闹嘛？对啊，这边闹，其实也没有闹，他就是闯进去，他想要表达他的声音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少尉叫做春田晃大3月24的时候闯进日本大使馆，当然马上就被制服嘛被制服之后呢，警察就来，那就说，我问你这边怎么有一把刀啊？这是不是你的？他这样跟警察讲他说。我是要跟日本的大使，我想要跟他求见呐。见面的时候呢，如果呢他不听我的主张，他的主张是什么？就是希望中国对日本不要那么强硬呐。对，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主张，我就要用这把刀自尽，让他吓一跳。对，结果呢，这些话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口中，居然完全变了一个样。他说什么？威胁要杀死中国的外交人员，完全他们开始大做文章的。对，他居然这样讲，他说。该名不法之徒扬言要以神的名义杀死中国的外交人员，中方对此表示极度震惊。这跟日本刚刚讲的日本警方调查的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他还故意林健还故意贴标签，他说
你这个就是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趁势为患，易水攻日本极右军国主义要复辟啦。这是什么？外交部提醒对中国公民不能不要去日本，危险。你根本就借题发挥啊！没错，小题大做啊！小题做大做啊！而且你看啊，还有谁回应？连小泉都回应了。小泉说：“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结果林健还说：“遗憾不够了，你要给我们负责任的交代啊！到底是要怎么交代？难不成是小泉叫这一个少尉去冲入中国大使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你看他的《解放军报》还说春点晃大，晃出军国主义幽灵，这么凶悍嘛？根本就是小黎要刻意要做文章。那你想一下啦，之前日本人在中国有没有受害过？有啊，对，2024年的时候，你们当时一直仇日嘛，结果仇日仇到有一个10岁的日本小朋友在中国读书，结果被一个中国人杀害了。对，杀害的时候，你中国到现在有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人要杀害这个小朋友？没有吗？没有啊，那是双标啦！双标啊！我问你，薛建去年就是中国的那个大阪总领事，扬言要杀害、要斩首高市，你到现在有没有说明？没有啊，你有没有道歉？没有啊，所以这是不是双标？对，是嘛？好，那中国现在对日本施压，当然不会只有透过这个事情借题发挥，他也透过什么？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去施压日本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我要强调他是国会议员，所以他代表是民意，他不是行政机关，他连国会议员都施压。来看一下，他今日制裁谁？他制裁日华议员恳谈会的会长谷物圭司。对，好，他说因为你跟台独势力勾连了，我要制裁你，那他要制裁他，所以呢，这一次谷物圭司他面对中国制裁他说自己有数十年没有访中了在中国境内也没有财产啊，制裁对我并无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了，就是中国其实它这种红色渗透对民主国家已经形成一个莫大的危害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